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，我是科技二流子。本期节目给大家分享一下 Linux 系统中 Vim 编辑器的使用。Vim 是 Linux 系统中最经典、最强大的文字编辑器之一，被无数程序员誉为编辑器之神。它以高效、简洁、纯键盘操作著称，没有复杂的界面，却能以惊人的速度完成文本编辑、代码编写和批量处理任务。那怎样启动 Vim 呢？最简单的方式就是在终端机里输入 Vim。很多人第一次使用 Vim， 因为不了解 Vim 的模式操作逻辑，会以为和其他的文字编辑器一样，进入后就可以输入文字，当发现不是那么回事，想要退出时又不知道如何离开，就卡在里面出不来了。其实这里已经告诉我们，要离开请输入冒号 Q， 然后按回车键。如果你已经知道要编辑的文档名或路径，你可以输入 Vim， 然后加上文档名，就可以开启当前的文档。Vim 是有它的模式、操作逻辑。现在我们来看一看它的第一种模式。每次开启 Vim 的时候，无论有没有带文档名，都会以普通模式 Normal Mode 启动。普通模式主要是对文本进行浏览、修改和控制，而不是输入内容。在这个模式下，你几乎无法输入任何东西。如果你按一下键盘上的 I 键，你会注意到在终端机视窗的左下角会显示插入。这表示我们目前正在使用插入模式，又叫做编辑模式。切换到这个模式，你就可以输入文字了。你可以使用键盘上的方向键来移动光标，跟使用任何其他文字编辑器一样。当你输入完毕后，按一下 Escape 键，注意左下角的插入消失了，这表示你又回到了普通模式。那我现在输入冒号 Q， 然后按 Enter 退出。但是 Vim 不允许我这么做。如果你要不存档退出的话，你需要在冒号 Q 后面加上一个感叹号，告诉 Vim 你不在乎是否要存档，无论如何你都要退出。在我按下 Enter 之前，我想提一下，现在我正处于另一种模式，这就是指令模式。如果我按 Escape 就会回到普通模式，然后输入冒号就会进入指令模式。所以当我输入 Q， 其实是要执行一个指令。我现在开启一个现存的档案，然后对它进行编辑。编辑完毕后，按 Escape 回到普通模式，然后输入冒号，进入指令模式，接着输入 W。这个 W 是 Write 写入的缩写。按 Enter 就可以存档。视窗的下方会告诉我们档案已经被写入。接着你就可以输入冒号 Q 退出。另外你还可以把写入和退出组合起来，依次执行。输入冒号 WQ。除了按 I 键，还有其他进入编辑模式的方法。如果你输入大写的 A， 就是 append 附加在后面的意思。它会把光标移动到目前这一行的最末端，并进入编辑模式。我现在按 Escape 回到普通模式。如果你输入小写的 a， 则是将光标向后移一位，然后插入，其实就是附加到目前光标的后面。再回到普通模式，如果你输入小写的 o， 就是 Open 开启的意思。它会在目前光标所在的下一行开启新的空行，并进入编辑模式。输入大写的 O 则是在上一行开启新的空行。输入小写的 R replace 取代的意思，会取代光标位置的字节。大写的 R 则会进入取代模式，就是在光标位置上覆盖所有输入的字节，直到按下 Escape 为止。接下来我讲一下在普通模式下移动光标的方法。除了使用方向键，你还可以使用 HJKL 来移动光标。这几个字母不是什么单字的缩写。记忆的方法是中间两个按键是向下和向上移动，外面两个则是向左和向右移动。所以 J 是向下，K 是向上
，H 是向左 ，L 是向右。比起方向键，使用 HJKL 来移动光标，手指移动的幅度更小。连续按2下小写的 G， 会将光标移动到档案的第一行。有时候我们会需要在档案的最后加上一段文字，特别是编辑设定档的时候，按大写的 G 就会将光标移动到档案的最后一行。这对于处理大型的档案非常方便。如果不想要那么大幅度的移动，可以按左大括号往上跳一个段落，右大括号则会往下跳一个段落。有时候编辑代码或执行脚本的时候，会出现第几行有错误的讯息，这个时候你可以在普通模式下输入行数，然后输入大写的 G， 直接把光标跳到那一行。例如我要把光标移到第4行，我就输入4大写的 G。另一个方法是在指令模式下直接输入行数，就是冒号4。其他移动光标的方法，像是 W 就是 Word 字符的意思，就是往后跳一个字符 ；B 就是 back 往回的意思，所以就是往前跳一个字符。如果你想要直接跳到一行的末端，就输入美元符号。还记得前面讲的，输入大写字母 A， 可以进入插入模式，并将光标移动到当前行的末端。输入美元符号一样会将光标移动到行尾，但不会切换到插入模式。输入0的话，可移动光标到目前一行的最前面。接下来讲删除，小写 x 是 cross 打叉的意思，它会删除目前光标下的字节。连续按2下 D 会删除光标所在的一整行。D 是 delete 删除的意思。你也可以在 dd 前加上数字来删除多行文字。例如 dd 会删除光标所在行及下方2行，总共3行。如果要删除光标所在位置到行尾的所有字节，要怎么做呢？前面说过，跳到一行的末端是输入美元符号，所以输入 D 前后就会删除到行尾。那要删除光标所在行到档案结尾的所有行。刚刚说过，大写的 G 会跳到最后一行，所以指令是小写的 d， 然后大写的 G。接下来讲怎么复制粘贴。要复制文字是按 Y，Y 是 yank 的缩写。yank 的意思是使劲一拉。那为什么复制是使劲一拉？它的意思是把文字拉入暂存器，以备后续使用。连续按2次 Y， 可以复制光标所在行的一整行。要粘贴的话按 P， 小写的 P 是贴到下面，大写的 P 则是贴到上面。这里的 P 不是粘贴的 paste， 而是 put， 就是把文字放进缓冲区里的意思。那如果我想要复制一小段文字或是一个字符，而不是一整行的话，要怎么做？这个时候就要用到 Vim 的另一个模式 Visual Mode 视觉模式，又叫做选取模式。先将光标移动到要复制的起始位置，然后按 V 进入选取模式。视窗的左下角会显示选取，用方向键或 HJKL 移动光标。文字会跟着反白，把光标停在要复制的最后一个字节上。按 Y 复制文字，按 D 或 X 可以剪下文字， T 就可以粘贴。进入选取模式后，即使你没有复制或剪下文字，也是可以按 Escape 回到普通模式。接下来讲还原 Undo 和重做 Redo。还原的方法是先按 Escape 回到普通模式，然后按 U 就可以还原上次的变更。
再按一次 U 可还原在前一次的变更。重做 redo 的话是按 Ctrl+2。接下来讲搜寻和搜寻并取代。要在文字档里搜寻某个文字，在普通模式下输入斜杠，接着输入你要搜寻的文字，然后 Enter 就可以搜寻了。如果有多个结果，只要按小写的 n 是 Next 缩写，就可以跳到下一个结果。大写的 N 会跳到前一个结果。搜寻并取代的话，输入冒号%s，百分比指的是档案里的每一行。S 是 substitute 替代的缩写，然后输入斜杠要搜寻的文字，斜杠要替换的文字，后面再加上斜杠 G，G 是 global 全域的，这个全域是横向全域，也就是指一整行，并不是整个档案的内容。如果是整个档案的内容，前面就不需要输入百分比了。加上 G， 确保每一行中所有搜寻到的文字都会被替换。如果省略的话，就只会替换每一行。第一个搜寻到的文字，如果你想要在 Vim 里面看到行数，在普通模式下输入冒号 set 空格 new， 又是 number 的缩写。要取消的话，输入冒号 set 空格 no new。那 Vim 的入门教学就到这里结束了。如果视频对你有点帮助的话，欢迎点赞、关注、评论、转发。